那有人另外喝水就是說，那水白開水可以取代嗎？因為有人講說，我喝湯啊，我喝茶呀，我喝咖啡啊。那有人講不行，茶是茶，咖啡是咖啡，水是水，不可以替代。我也搞不懂，那一定要喝白開水，還是說我今天喝茶也可以算在那2000cc？我們講算在內，算在內。比如說2000cc 是這些都算，但大概75% 是來自於開水類的，我們的食物啊，我們的一些湯類的哈，大概占了25%。所以湯算嗎？湯那些都算哦。但是我們腎臟科最不喜歡你們喝湯，因為湯是一個大雜燴哈。就我們我們今天煮了一個加工食品，不管什麼角類的啊，什麼它貢丸類的，它很多的磷酸鹽就會溶解在湯汁，鈉也會溶解在湯汁，鉀離子，反正所有的礦物質。那所以如果是農藥沒有洗乾淨一樣哈，所以農藥也在裡面。我會建議喝白開水為主啦。那如果說你真的年輕人真的很討厭白開水哈，他們都要去超商買飲料的話，盡量類似於白開水的飲料哈，或者說我們就在白開水加一點點檸檬汁啊，或者說一些，我是覺得這個是比較健康的，或者說無糖咖啡。無糖咖啡其實現在研究出來，其實對健康很多。無糖的黑咖啡，要無糖哦，不要加奶精，不要3合1哈。然後另外無糖綠茶，這些都是蠻健康，可以喝一些健康的茶。但是這一類因為都有咖啡因，大概1到2杯左右，不要超過。對哦，所以你不能喝太多，是因為你的那個咖啡因的一個對，咖啡因對。好，那您在這個書裡面剛剛講的這個，我想喝水，現在很多人都那麼的。那你在這個書裡面還有提到一點，就是我叫運動嘛。那你剛剛特別提到說，運動的時候喝水要喝很多。像我在運動的時候，我就要開始要喝，那我中間只要休息，我就要喝水。可是，在運動呢，會有一個東西是，我現在會吃高蛋白，我會吃很多的高蛋白的東西。裡面也特別提到，高蛋白你要吃是可以，可是高蛋白要怎麼樣去攝取呢？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現在年輕人好喜歡健身哦，這個其實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並沒有這麼瘋健身，這真的是好事情。然後我們講健身是一些我記得我一開始在倡導保護腎臟，我都叫他們堅持2個動作做3個月，他們的腎功能就進步了。一個叫喝足量的水，喝足量水。第二個就是每天7天至少5天，做足夠的中等強度的有氧運動。做運動有幫助。對，運動。其實後來在網絡上，他們就幫我留言啊，洪醫師謝謝你，我本來46分變成64分，就是說他堅持3個月。那你有沒有想過這個表裡面的腎絲球過去，它可以恢復的？它有一定的範圍內，它會不會回到100分？可能不太可能，但至少可以回來，會變到一個健康的腎臟狀態。所以你要水喝多了，你有運動，你有睡眠，对这些一定會進步了。你自己可以去測試，3個月測試的就進步了。好，那我們這樣講說，為什麼運動？但運動讓我憂的地方是，運動造成的傷害，還有一個高蛋白飲食。其實我是倡導說，你腎功能正常的時候，其實我們講優質蛋白，蛋白質是一個很棒的營養素。對，我們有足量的氨基酸、礦物質、維生素哈。所以，但是我們腎臟病哦，你知道我每次在腎臟病的時候，第一件事說不准吃太多的蛋白質，只能吃5份。為什麼？我們的腎臟哈，我們的蛋白質怎麼代謝？會代謝成氨基酸，會代謝成一些含氮的廢物，所以臭的那叫含氮的廢物哈，那個就是從我們的尿液代謝。所以當你你吃越多蛋白質的話，腎臟就會越努力做工，要把它排除掉。而且腎絲球你很多的尿素氮啊、鈉離子在那些高蛋白的裡面哈，它的腎絲球壓力就會增大。那增大久了之後，它就好像一個。假設你是一個老舊的那個機器，然後你要超量的工作，它就會加速它衰退。所以我們講說，到底正常的蛋白質怎麼攝取？其實大概每人每天每公斤體重大概1.2到1.5公克的蛋白質。那1.2到1.5怎麼算？60公斤1.2就吃72到90公克的蛋白質。就是說，但是那個會比較難算。但是一般假如我們腎臟不好，我們就要只能吃一半。我跟你講，只能吃0.6到0.8，但是健身的人至少都2.1公克起跳。我剛才講要吃到1.5嘛，他們會超過的。對，那超過2.0以上你就要特別小心。年輕的腎臟應該沒問題，然後就是說我們即使吃到那個，因為它要練出肌肉來，一定要吃。那但是如果說我們講有一些，我建議的你要吃高蛋白飲食建議半年要測一下腎功能。我之前就碰過一個，是他自己腎臟就有一些蛋白尿，他自己不知道。年輕人他腎絲球已經在發炎，他有高蛋白飲食，結果半年他的腎功能就突然掉下去很多。所以你要先確定你的腎功能沒問題，但可以比較高但也不建議到像什麼每公斤體重到3.0公克，那個就很強大，那腎功能就要特別小心了。可是你剛才講就是我的腎不好的話，我就要少吃。可是
剛剛講那個中間的灰色地帶很高啊。有時候我們就看着這張表面，怎麼樣叫做腎功？我從哪個開始？比如說我從腎球過濾裡面，我從哪個數值可以界定我的腎功能不好？那我的腎功能不好了以後，我就從哪個數值開始，我就要開始少攝取蛋白質。第三期，60分，其實60分是一個以下嗎？60分是一個紅藍字的標準哈，就是60分以上哈，我都建議每3個月你都要追蹤你的腎功能的指數，好，這個要很小心，因為60分以上進入一個叫中度的一個腎功能的一個衰退期哈，這時候要很努力維持，到第4期通常來不及了哈，所以第3期要很努力。那第3期我們第3期是你的最後的保命的，第3期我們就會開始衛教病人哦，你要開始限蛋白、限磷、限鉀、限鈉。我剛剛講限了半天，大家可能就一頭霧水。對，所以腎臟病飲食是有一點難的哈。但是蛋白質，一般老年人哈，不要限蛋白。我們講老年人最大問題是肌少症嘛。對，那只要他不吃蛋白就好。那腎臟不好是因為他代謝，我的過濾器這個工廠老化了沒辦法用，那你不要，這是不得不的策略，就要限蛋白，只能吃一半的蛋白質。但是你如果是一個正常的老年人，腎功能是 OK 的，对，你要多吃優質蛋白質哦，因為肌肉是一個很棒的東西哈，就不會有一些什麼骨質疏鬆啊、退化啊、代謝啊等這些問題哈。所以我剛剛講是有60分以下要準備進入限蛋白。那如果說我之前是68呢？那68是我該吃還是不該吃呢？68分我的建議哈，就是說感覺我已經還沒有到60分，但我腎功能好像不是那麼好。對，我只能說你不要過量的吃蛋白質，你不要去台灣飲食文化那種buffet吃到飽。吃一份的話，那個真是爆表的蛋白質，那個是對腎臟非常非常危險的哈。所以我們就正常飲食，正常的其實。60幾分，我會建議一天大概可以吃到7、8份的蛋白質，這都沒問題。好，可是這中間有一個小矛盾，就是在你的書裡面你也特別提到說，現在在腎臟病上有一個大家不知道，就是肌少症，就你沒有想到肌少症也會讓你的腎臟不好。那我們知道很多老人家的問題也在肌少症。那現在美國健康醫學會也提到說，之前是說蛋白質少吃，可是現在把蛋白質列到第1級，最好你要大量補充的，那不就矛盾嗎？就是說我現在我要吃大量蛋白質。可是你剛才講，我的大量蛋白質又會造成我腎臟的負擔，那可是我不吃蛋白質，我又會肌少症，那我到底該怎麼辦呢？我覺得要在正確吃蛋白質，但是要鍛鍊你的肌肉，這個才是正確的。其實很多的老年人哈，吃了蛋白質不是不夠，但是他沒有在運動，所以你的肌肉，所以我覺得我都教老年，其實深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深蹲很重要，深蹲7天哈，我們剛剛講說。跑步超慢跑啊，或者什麼才有那個叫做有氧運動哈，那個大概7天5天，每天要30分鐘的中等強度有氧運動，那個是訓練你的心肺功能跟循環，這個也要做。那很多人就說我超慢跑，但是肌肉不夠，肌肉你光是超慢跑沒辦法養出肌肉的，要深蹲，尤其是下肢，下肢是我們的第2顆心臟，對，好，所以你一定要深蹲。深蹲大概不用7天5天了，大概7天至少2天，每次大概20分鐘左右的20分鐘，對，慢慢來。剛開始應該10分鐘你就受不了，等於最好有教練教你哈。等到你60、70歲關節都壞掉，那時候深蹲你沒辦法做了。對，所以我記得40歲之後真的要開始鍛鍊你的肌肉。但是我們講蛋白質吃下來，我看過有一個醫生講說，你每天要蹲300下，我需要蹲到那麼多嗎？我剛講量力而為哈，量力而為大概至少10到20分鐘哈。你有這個是很有感的哦。你如果開始深蹲之後，你的下肢整個會變得代謝也變好了哈。但是我講蛋白質並不是主因啊，就是說我們很少都是因為吃蛋白質吃太少導致肌少症，都是因為那個運動不足，尤其很多開始因為他肌少症了，他就不想運動，糖尿病也不想運動，就整個就更退化了。所以已經到後期，我們講說要存骨本，不只是存骨本，還要存你的肌肉本。我一直說一定要把肌肉本存好，你的骨頭就會強硬。對，而且照你剛剛之前講，就是說你要運動，你要這樣，這個跟你的腎臟的這個健康也是有關係的。對。腎臟是最下游，我們講說我的病人哪裡來啊？新陳代謝科看糖尿病的哈，他們糖尿病10幾年了啊，終於腎臟壞了就轉到我們這邊，高血壓心臟科到我們這邊，骨科吃止痛藥骨啊，到最後又跑到我們這邊來。所以我們講說腎臟科醫師到後面的時候，是我們應該再往前一點去做你的那些腎臟病的照顧。其實腎臟任何一個器官壞掉，腎臟都會受影響。我們的我剛講肝臟壞掉了，肝腎症候群；心臟壞掉，心腎症候群；糖代謝壞掉了，所以前有這弄了半天，
其實我們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後面腎臟就不會壞掉了。那另外有一個就是剛剛講的飲食，我也看到一個數字讓我有點困惑，就是我們知道吃香蕉是有含鉀，那可是有人講說你有腎臟病不能吃香蕉，又有人說為了你的健康你必須吃香蕉，那我就覺得我就會對這種東西感到很困惑，我到底該吃還是不該吃嘞？對。這個就我一直要推廣的，就是這個實在有一點難哈。我們講說鉀離子是一個好東西啊，對啊，鉀離子是保護我們心臟，然後會讓我們的心跳正常。只要鉀離子不夠，對肌肉是沒辦法收縮。鉀離子是一個很棒的東西，跟蛋白質是一個很棒的東西。對，那為什麼腎臟病我們一開始你要限蛋白、限磷、限鉀？因為他們代謝不出去了，他如果正常這樣吃，就會變成一個高血鉀，那高血鉀會造成心律不整，甚至猝死。對，所以腎臟病的飲食要限鉀，不是不能吃鉀。他們比如香蕉是高鉀的水果，我們說如果你真的很想吃香蕉，吃個半顆，他們是可以吃，因為它代謝慢嘛，所以它吃的比較少。所以它是可以吃肉的啊，但是只能吃我們的一半，因為它代謝毒素變少。對，所以腎臟病飲食是一個不健康的飲食哦，大家不要說，哎呀，我要保護我的腎臟，雖然我腎小過濾還有80分，但是我就進入腎臟病飲食。腎臟病飲食不是限蛋白、限磷、限鉀，這樣是不好的。你不需要提早進入腎臟。對，腎臟病飲食是一個不得不的飲食策略，因為你腎臟已經在衰退了。對，我們要延緩你衰退，所以就把你的飲食做一個調整。對，你如果正常的人，我會建議這樣一些地中海飲食啊，或德叔飲食這一類的會比較健康，不要進入腎臟病飲食。不要限鉀，不要自己嚇自己，不要嚇到說我這個不敢吃，那個不敢吃。對，比如60幾分，千萬不要去限鉀。60幾分，其實鉀都還代謝得出去。對，我們大部分發現會高血鉀都是幾乎到第4期。對，其實第3期也很少高血鉀了。所以你的意思說，如果我還沒到第3期，就30到59這個之間，你不要自己嚇自己，不要自己去限制很多東西。對，我們講要進入腎臟病，要限蛋白、限磷、限鉀，開始減少攝取。但是你也不能完全不攝取。好的啊，當然你每天到底我夠不夠，還是要3個月測一下腎功能跟你的電解質那些數據哈。所以我的病人每3個月他都知道他的鉀多少，他的磷多少。但你的病人應該都在第4期。我的病人大概從第3期，他們講說，其實各科的醫師都有這個習慣，看到他病人腎絲球過濾出現紅字的60分以下，這叫第3期，他就會丟來我們腎臟科這邊。可是他如果過來的時候已經第4期了哈，通常比較來不及。你知道第4期到距離洗腎哈，平均大概5年。可是第3期你可以不用洗腎，第3期你可以延緩20年、30年。對，所以最該看醫師的應該是進入第3期，就趕快來找腎臟科醫師。對，但你剛才講這東西都只有透過檢查，你自我感知是不會感知到的。感知到都第4期，感知到第4期。对，好，但我們知道台灣的腎臟跟所有的吃藥是很有關係。那最近有講說日本有一個神藥，我們就姑且不講它的名字。很多人到日本的藥妝店就很喜歡買那個藥回來，可他說那個藥如果吃多了，那這個對腎臟的傷害，就特別是止痛藥，是對腎臟的傷害是非常嚴重的。止痛消炎藥這一類的哈，每次在傷害腎臟都是第1名的藥物哈。但是也不能任憑身體發炎嘛。你說我腎臟已經不好了，我牙痛、牙周病，我就一直它發炎，這樣也會加速腎衰竭。所以我們要正確的消炎哈。我們講說普拿疼類的叫乙醯胺酚這一類，這是肝臟代謝的，這個是一個很老牌子，這個比較不傷腎，因為它是肝臟代謝哈，可以先由這些來吃。那我們講說，日本那個老品牌的那個，事實上是一種異布洛芬類的。異布洛芬它就是這種非類固醇的抗發炎藥，這一類的哈會抑制我們腎絲球的一個血流量，而且會造成一些間質組織的發炎。腎臟除了腎絲球，那其他叫間質組織，那個會發炎，所以它是有些體質的哈，只要吃少劑量哦，就會突然急性腎損傷，那個不是慢性的，對，它是急性的，甚至1個禮拜、2個禮拜就突然要，那是體質因素，那個不多啦。但是我只是說。很多的成藥的止痛藥，因為現在有一些什麼加強錠，然後加了很多，它不是單一的止痛成分，而加了很多。對，而且這個是成藥類的，你可以不經由醫師，你就去買得到。這個真要特別小心，尤其是你有一些特殊體質或腎功能不好的，我會建議去吃止痛藥，要經由醫師的諮詢過之後，醫師跟你建議，這個是最棒的。好，那我剛剛在之前跟您聊天的時候，我有很驚訝，就是我們知道吃藥對腎臟是不好的。可是現在不是很多人為了減重嗎？為了減肥嗎？減重減肥當然吃了很多減肥藥，因為很多減肥藥是有傷害的。可是有些之前我們講的那些瘦針，在你的臨床實驗上面，
打了瘦瘦針，我可以減緩我的三高，減緩我的三高反而對我的腎臟的這個是好的。沒錯。其實我剛剛講，2019年之所以我們的透析的腎循率開始往下降，其實跟很多新的糖尿病藥的發明也有關係。其實瘦瘦針還有一個排糖藥，這兩個藥是近期裡面非常巨大的一個進步的一個發明。其實我當醫師以來，我就發現台灣人民一直在減重，其實有時候用的是一個不正當的一個減重方式，對，那結果造成一個很快就急性腎損傷。但一些正常正確的減重方式的發明，這對我們內科醫學是非常有幫助的。我們說，我剛剛講說，我們不是在往前找嗎？是為什麼腎臟病就糖尿病跟高血壓，對，再往前找就代謝症候群，就是肚子大、鮪魚肚啦。如果我們可以控制這個體重，用一個健康的方式，以前我們都叫做大家飲食跟運動控制嘛。我一直在演講，然後每次只要去演講，大家都不理你啊。我飲食我要控制了，就控制下。你可以醫師啊，我在找你，就是你要用藥啊，要用神，要打一針，或者說，所以大家喜歡去抽脂啊。我能夠控制，我幹嘛還找你呢？對，可是這我們說，我又不是神仙，真的你要自己飲食控制啊。可是後來醫藥的進步，的確是有那種瘦瘦針啊，還有一些排糖藥，這個可以健康安全的有效的降低了體重。而且還蠻有效的。我每次去露營，看到一些久未見面的醫生朋友們，他們就突然瘦了一圈，他們有可能自己就是在打瘦瘦針。你說那個是真的有好處？這個其實我們講對我們的內科，不管心臟病、腎臟病、什麼脂肪肝，這個都有好處，只是要真的不能還是要諮詢醫師。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醫療行為，一定要監測一些東西，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打那支瘦瘦針的。有一些但書，比如說它最常見的就是那些胃食道的問題，你有胃食道逆流、胃痛啊，有一些或者有一些什麼打了有一些不良的反應，這個就要趕快停止。所以一定要在醫師監控之下做這個處置。對，所以剛剛講的就是因為腎很多問題是代謝的問題，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可以減重，我可以運動，我可以處理我的代謝問題，讓我的三高下來，我的這個脂肪肝下來，我的等於說我就解決了我腎臟發生疾病的這個因子。對。其實我一直在講說，腎臟就是最下游，你前面的什麼糖尿病、高血壓這些都控制的不好，最後就跑到我們這邊來。所以體重過度的肥胖是一個最重要的。其實你知道痛風在台灣痛風，其實有很多不是食物的關係是它體型過大。你知道我們很多內生性的普林，就在我們的細胞的遺傳物質，那叫 DNA， 其實它裡面就是代謝核酸嘛，就會代謝出來。所以他沒有吃很多啊，但是他因為他很胖，所以很多人減重下來之後，他痛風就不見了，就好了。其實我有的病人就是他吃了4、5種藥，減重下來，所有的藥都停掉所以肥胖是最關鍵。是，對我對未來還蠻樂觀，因為現在有一些新藥，大家真的是體重都有感的降低了。以後不管洗腎啊、脂肪肝啊、心臟病啊等等，這些有可能都會改善好，但你都要提到脂肪肝裡面後，我就補充一堆，因為我當時在脂肪肝時，很多人講你有個輕度脂肪肝沒什麼了不起啦，台灣人每個人都有輕度脂肪肝了，你就中度脂肪肝也無所謂了，我也有中度脂肪肝，大家就這樣講。可是後來我看了資料才知道不對呀，你脂肪肝就是不能有，肝臟是不能有脂肪，有脂肪的對你的代謝是有影響，對你的代謝有影響，最後也會傷到你的腎嗎？沒錯。其實我們講說脂肪肝代謝的，其實我們很多脂肪肝，比如說不正常的脂肪堆積在你的肝臟，你會發現這叫。你見到一隻蟑螂跑出來，代表你家裡不是只有一隻蟑螂你這邊肝臟會堆積脂肪，你可以看你的血管內皮細胞也有可能堆積脂肪，你的腎絲球就是一個微血管我們身體到處都是血管，你的心臟冠狀動脈也是血管對，當你看到一個脂肪肝的時候，你要反推你其他的地方的血管是不是正面臨一個面臨一個叫脂肪過高準備塞到的危險所以你要脂肪肝不是說輕微的就沒事對，要一個健康的腎臟。我們看脂肪肝都會看到肝臟這一塊，對，我看到是你的血管，那血脂肪一高的話，周莊動脈硬化、腎功能衰竭這些都會發生所以一定要很重視你的脂肪肝。所以脂肪肝是一葉知秋，我看你這個出來以後，表示你其他地方的脂肪量一定很高了沒錯，所以你才會在你的脂肪這個地方形成這個肝臟這個地方形成脂肪層。對，而且很多的脂肪是一個也會造成一個我們講肥胖，不管皮下脂肪、內臟脂肪是更凶險的一個東西我們講說我們肌肉的脂肪這個都還好，那內臟脂肪它就是我把它形容就是一個黃色的怪獸，它會造成一個發炎。我們身體我剛才講發炎就會造成很多的一些慢性病的產生所以一定要想辦法。我剛剛不是說
代謝症候群就是你的那個內臟脂肪，脂肪肝哦，這些是一個最不好的一些脂肪，所以一定要把它消滅掉。所以人家說，如果你有鮪魚肚的時候，你就要特別小心。對，那個是一個萬病之源哦，不止我剛剛講，還包括癌症都跟那個相關哈，一定要只要減重下來，你鮪魚肚不見了，哎，但努力個1年是真的可以減下來的，然後你就恢復到健康狀態了。很多你如不理它，後面就跟着一堆慢性病，到糖尿病有時候就不可逆轉了，就真的你在運動都來不及了。好，那洪醫師，我覺得你還是特別強調說跟台灣的飲食習慣有關係，就你特別強調說，哎，有些早餐我說鐵板麵不能吃，就台灣很多的早餐，因為早餐文化是台灣一個非常特殊的。可是台灣有哪些飲食？就你一直在苦口婆心的說什麼炸雞不要吃，這些東西真的影響很大嗎？這個真的是碰都不能碰嗎？我們是在講說，當然是你的腎臟既然是下水道，你餵食它什麼東西，它產生的代謝廢物就不大一樣哈。當然，超加工食品是一個最糟糕的東西哈，不管一些防腐劑、香精、色素啊，很多的一些添加物啊，和一些反式脂肪都在那些我們講說超加工食品。對，那早餐我會建議，其實台灣人哈都實在太忽略掉早餐了啦。早餐我會建議，其實早餐應該是吃的又營養又健康。我比較建議的是一個倒三角形的哈，因為我們早上要去工作，要精神飽滿，我們應該，可是我們早上實在太忙，我們都寧願多睡一會，因為你太晚睡了。然後那你把吃早餐的時間壓縮到最短，去超商啊，去買一個什麼鐵板麵，就隨便就塞。對。可是你們早餐你們吃到營養素哈，所以我們早餐還是要遵守那個營養素，要有一些優質蛋白哈，比如說我們有一個雞蛋啊、牛奶啊、無糖豆漿，那叫優質蛋白。那我們要有好的油脂，要有一些橄欖油，要有一些堅果類的，这叫不飽和脂肪酸。那我們還有膳食纖維，你我早餐有沒有吃到水果或蔬菜啊？沒有。可是我每天都有啊，我只是我花了20分鐘吃早餐，我覺得這件很重要，你就要把它撥出來做。對。如果你覺得運動很重要，你就會撥出時間來運動。對。如果你覺得你的健康不重要，當然你就覺得工作比較重要，當然你就會買個飯糰啊，買個那個鐵板麵啊，鐵板麵就是澱粉加高油鹽糖，熱量又高，但是有沒有蛋白質？沒有蛋白質。有沒有膳食纖維？沒有膳食纖維。哦，都沒有。有沒有好的油脂？並沒有。它不會用很好的橄欖油幫你做的，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等於吃了一堆垃圾食物當做你的早餐，它只有一個東西，熱量跟廢物哦。但是，所以我們講說，真的要好好對待你的身體，就從早餐開始。你每天都花20分鐘很認，你每天我早餐吃很多。你早上很認真吃嗎？那你早上吃什麼？我早餐就是講的，其實我早餐是所有營養素我都要確定的，其實那也不會很難，那真的是很簡單哈。比如說你如果真的喜歡吃麵包，你就要買一個全麥吐司哈，澱粉類全麥，或是一些不要買一般的奶油麵包嘛。地瓜也是一個不錯的哈，或者糙米、五穀米、燕麥那些，這叫澱粉類的。那油脂我覺得有2個東西很好，橄欖油，早餐可以喝個20cc 橄欖油。那加一把的堅果，直接喝橄欖油可以生飲。我會加在我生飲哈，那個有點苦苦澀澀，我有時候會加在黑咖啡了。那我早上我會喝一杯黑咖啡。哦，那個也是。你把橄欖油丟到黑咖啡裡面。對，那個就是橄欖油加黑咖啡哈，它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一個叫防彈咖啡。它是防彈咖啡是椰子油加黑咖啡。對。但是椰子油是一個飽和油脂，不建議，所以我大部分都把它換成那個橄欖油加黑咖啡。對。啊，它可以把水溶性的那個我們講說咖啡的豆醇、咖啡的那些我們講綠原酸，可是它把它包覆在脂肪裡面。它會變成一個比較緩釋的劑型，那你又喝到橄欖油，然後這是你的獨門配方。對，早餐還一定要有蔬果類的。對，大家其實不會去吃蔬菜水果，所以你可以簡單的準備一個蘋果、芭樂，那個一定要吃，所以早餐也要蔬果。這樣吃一吃，其實蠻健康，也不會花很多時間去準備。對，只要你要花點時間去吃它，你不要那種隨便亂吃早餐。對，那中午我就吃的比較簡單了，因為我不是勞力階層，我中午過後我就吃的比較簡單。但晚上我就吃的更簡單，我是一個倒三角形，因為晚上我就要睡覺了。對，台灣人不是啊，台灣早餐亂吃。晚餐那一餐吃的最簡單，我們台灣人中午都吃便當外吃，然後晚上就跟家人團聚，就去吃大餐啊什麼那些，這叫正式。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你吃完晚餐之後你就要洗澡睡覺了那你這些東西晚上還在代謝，其實對身體是沒有好處的。是，所以大家好好吃早餐非常重要。好，那最後一個你剛剛講的，所以我們現在有很多直接去超商買，你也建議說，我直接去超商買，它都是現成的東西，那個常常吃好嗎？我剛剛講說，其實全世界都在講這個超加工食品這件事了哈。因為超商如果買的是天然的食物，所幸是現在越來越多超商有在賣天然的食物，就直接買個香蕉，買個地瓜，買個蛋。對，
比如說我們就不要買那個香腸啊，不要買加工的一些餅乾啊、飲料啊等等，那些就比較不好。天然的食物永遠是最棒的。是。好，那最後一個問題是，回到我們之前講一個那個湯的部分，我覺得湯很有趣，就是對很多華人來講，好像就說，湯是最補的、最健康的。那在香港人還有那個煲湯的這個習慣，可是我又聽到一種是說，湯根本沒有營養。你不管是蛋白質，你任何東西都沒有營養，那你吃到只是一些雜質，那我到底怎麼來看待湯這個問題嘞？湯這個問題哈，我們講說，如果我們講說肉的蛋白質、氨基酸這些東西還在肉本身哈，那它我們講說我們會不會煮一煮肉就溶解在那個湯裡面？其實並不會哈，但只是裡面的一些礦物質啊，我的確是會跑到裡面。它裡面有好壞參半哈，有一些好的東西，有一些壞的東西。尤其是我們講說，我們最擔心的是裡面有一些比較不好的，比如說我們大骨湯這件事。其實很多的重金屬都在動物的那個骨頭裡面。我們華人很喜歡用骨頭熬湯。對啊。那骨頭熬湯你知道嗎？那它這些動物吃了幾十年的那個。所有的那些重金屬在骨頭裡面，那你把它熬出來，然後你再喝下去，這個就是要特別小心。其實它不營養成分，比如說有時候我真的很虛弱了，我要喝雞精啊、鮮精啊什麼那些，我們說這個是不得不啦，就是說你已經是什麼吞嚥困難、沒精神，才用這些濃縮的一些營養。但是這個還是要選它的品質啊，不然你去熬煮不是不能熬、不能喝，就是你要去選擇比較好的來源的有一些產銷履歷啊，有一些比較棒的、比較安心的那些去做。那另外，我們最擔心的是火鍋那鍋湯嘛，火鍋就是一個大雜燴嘛，什麼都有。如果你真的喜歡喝火鍋的湯，我會建議大概前30分鐘喝。除了你現在發現你有沒有現在火鍋有煮肉下去之後，整個就濁掉，對，那個很多的一些雜質，而且有一些亞硝酸鹽，有一些致癌物可能都會在裡面。對，所以你真的喜歡喝火鍋的湯，大概在前30分鐘。但如果湯底是屬於那種麻辣湯底啊，怎麼很油的那個，事實上那個湯底就很多高油鹽糖的東西，你吃下去其實一開始對身體那種就不要喝不要，應該也沒有人會去喝麻辣湯，只是它就沾了很多那種東西，所以我每次去吃火鍋，我都會建議是選擇比較清淡的一些湯底會比較好一些蔬菜的比較乾點，蘿蔔湯底啊，或者說大白菜這種會比較如果說比較濃烈的那個，都真的要比較小心一點，不要沾太多。對，那你剛剛特別提一個雞精，我就想到一個是，現在很多人為了健康，所以家裡面一定有什麼雞精啦、燕窩啦、人參啊，放了一堆。然後我覺得我精神不好，我就吃一點雞，我就喝一罐雞精，或者是加溫這個雞精。這種東西對我是好還是不好？會有影響嗎？我要小心嗎？我要節制嗎？如果腎臟病就不建議。腎臟病我們剛剛講那個腎臟病什麼雞精、蜆精濃縮湯汁、濃縮牛肉湯都不建議，因為它的磷跟鉀會過高。因為濃縮類的包括但是如果腎臟正常的，就把它當做它是其中的一種食物嘛。对它的食物營養這樣，因為它是濃縮的，它的確很多。我剛剛講礦物質、氨基酸、維生素可能都含量還蠻豐富的。所以比如說我們為什麼會生病我說因為它食慾降低，我在比較高，它是一個比較高濃度的營養素那這樣喝下去。可是我們還是，我是覺得如果你是全部都健康的，我會建議不要去喝這個濃縮的東西，你還是均衡的攝取這個6大營養素我們講說在咀嚼，你知道這些東西是不用咀嚼的，對，你知道咀嚼對防止我們的失智，防止我們的心臟病，還有我們的增加我們的消化，這個都有幫助的。對，所以很多老年人開始吃牙齒不好，他又不去弄，開始吃流質的東西，對，這些就開始退化了。所以你就喝這個東西，從咀嚼開始是，所以我們講說，當做一個急性期在補充營養的一個高單位的營養品，對，但是不能取代掉正餐，這樣是。好，我們在節目前面在強調說，你現在不是要活得老，你現在是要活得健康。其實活得健康不是說只有老人年人，你從現在年輕人開始，你就要開始注意你的生活、你的習慣。剛剛洪醫師就告訴我們說，原來腎臟病的事情是最後的一個結果，你是源頭裡面，你有沒有三高，你有沒有這個慢性病，甚至你的這個代謝問題有沒有解決？你現在等於說這些東西就是跟你的飲食、你的生活、你的起居有關，這些照顧好了，你的身體當然就好了。非常謝謝洪醫師，謝謝寶傑哥，謝謝。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